凤凰山位于黑龙江省五常县境内。1994年6月间，据说有数百人目击到一个不明飞行物在凤凰山南坡停留。与此同时，还有人看见不明物体在附近飞行。有个叫孟兆国的林场职工喜欢探个究竟。6月7日，当他和自己的侄女婿李洪海独自爬上南坡山顶时，据他说，出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一架巨型的白色机器。而随后爬上来的李洪海也看到了这个巨型怪物。形状，它的整个形状像一个大问号一样，头部吧是这问号的这个圈，尾部吧是这问号这个尾部。整个它整个的形状就是这么一个问号，这样的，还像一个蛤蟆骨头，就是那个小蝌蚪花。两人回到林场，立刻汇报了此事。6月9日，工会主席周颖带领30余人进山查看。当他们行至半山腰时，孟兆国用望远镜向南坡瞭望。说他一看，当时那个别人站之前别人没看见，是不是？对，他说就是嗷一嗓子，来了，啥也没说，就一头扎进去。据他说，就在他看到不明物体的同时，一道强光向他击来。唰，就是一道光。众人只见孟兆国仰面栽倒在地，昏厥了过去。一声不知啊，最怕的就是眼睛怕光。哦。眼睛还睁着，但是还睁着，不是闭着。哦。他那个手吧，反正光一来的时候，马上把眼睛就捂住。大家急忙组织抢救，而其余的人继续向凤凰山南坡进发。可上山的人到达南坡后，却什么也没有发现，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看见过不明物体出现。凤凰山事件被媒体披露后，原本寂静的红旗林场一时间人声鼎沸。在专门从事调查的队伍当中，就有中国探险协会的王方辰。那个地方是非常偏僻的一个山区了，基本上没有外地的这个文化很高的人到那儿去，也没有开发旅游啊或者什么商务啊等等的，他们受外界的影响比较小。孟兆国根据回忆，用泥土做了一个不明物体的模型。据他介绍，他看到的白色机器就是眼前的模样。为了查明事件的真相，王方辰带领一支队伍前往南坡不明飞行物停留处查看现场。经过艰难的跋涉，队伍终于到达了凤凰山南坡。孟兆国为大家指出了当时目击飞行器所停留的范围。来，再来，再来，再来，50米的问题，是100。再来到那个树边上。啊，到那树边上。到老冯那个，到老冯上头。哦。哎，就这个角落是他的圆影穿透光。正是在孟兆国划定的这个不明物体停留的范围内，通过仔细查证，他们发现不少树枝都有烧焦的痕迹。当地的林业专家有一种解释，在较高处和边缘地带的树枝容易受到太阳高温和风雪严寒的交替伤害，因此经常会显得发黑，像被烧焦似的。调查者发现的第二个疑点是，正是在这个范围内，许多岩石出现崩裂，颜色异常。当然，对此仍不能排除是一种自然现象，因为在日晒、暴雨等温差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岩石热胀冷缩就可能出现崩裂和变色。然而，当积雪退尽，
一个更令调查者惊奇和困惑的场面出现了。现场的调查证实，有一条长达200-300米的岩石带被明显的翻动过。这些巨大的石块，有谁会无缘无故的去翻动它呢？我觉得是有一种目的，在翻动这个石头，在敲这个石头。就这个现场，我觉得这个事件是在那个现场看是可信的。在凤凰山扑朔迷离的现象背后，究竟存在着什么？至今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结论。就在凤凰山事件发生后不到半年，贵州省贵阳北部都西林场出现突发性灾害事件。据说灾害发生的第2天早晨，当都西林场的人们从惊恐之中醒来之后，发现林场里有长达数千米的林带被毁坏，当地人称之为齐刷刷的拦腰截断。数百亩林地在电闪雷鸣中被瞬间摧毁。当时有一种猜测渐渐流传开来，这会不会就是不明飞行物掠过林场时的杰作呢？对这个现象，我们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有人模糊地记得，他们似乎看见一个闪亮的物体飞过屋顶。什么样的神奇力量能够瞬间摧毁数千米的林带？那个闪亮的物体又会是什么？调查者王方辰也迅速赶到了都西林场，但是现场并不像传言中的那样神奇。很显然，这些树的断茬明显不是被齐刷刷的瞬间截断，而且在断裂处，树干大都有被割损过的旧伤。调查者在向林场职工了解时得知，原来他们都有割松香的习惯，所以大多数松树都留有伤口，而树干在受力的情况下，从这儿折断，是符合物理规律的，并不是随意而为之的神话。通过多方专家研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的高登义研究员总结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经我们专家讨论，基本认定，都西林场事件呢，主要是由于强力对流的龙卷风破坏了林场，在龙卷风里边，因为它有强烈的雷电和大风，所以带来这么一个后果。但这样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是龙卷风，它在掠过驻地居民的房屋时，应该是瞬间的。而许多目击者证言，这辆空中怪车在他们的头顶上足足盘旋了10几分钟。王方辰反复琢磨，目击者对于一个恐怖事件的回忆会不会出现差错呢？为此，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让目击者闭上眼睛，尝试着重复体验目击的时间长度。如果呢，你觉得呢，时间到了，你就说一声到。1、2。通过良好的诱导，目击者渐渐沉入到那恐怖的夜晚当中。8、9。结果是，大多数目击者的复述时间竟然不超过10秒钟。看来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诚实而说了谎，而是黑夜中的惊恐放大了他们的心理时间。当然这次强度是比较大，而且那个闪电呢离着群众那个就是它比较低，它就比较害怕。这样的话就造成了群众的一种恐惧心理，就是人在恐惧的时候啊，描述都是不是很准确的。都西林场事件是否肯定就是龙卷风造成？专家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不明飞行物的神秘性对人的心理暗示，人们很容易把它当成制造灾难现场的替罪羊。